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高铁出国旅游。这条线路从中国西双版纳到老挝首都万象，横跨两国，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方便了两国人民的交流沟通。于是我选择了乘坐高铁前往老挝，作为我东南亚旅游的第一站。同时我也对这趟旅途充满着期待。OK，我现在到了磨韩中国出境这边，要大家所有人都要先临时下车，等这边出境检查完，应该再上车。然后等会儿还要入老挝摩丁那边入境口岸，还要再下车，再检查一次。老挝那边的检查。在整个行程中，每个人需要先下车在中国磨韩口岸办理出境，然后再到达老挝摩丁口岸时再办理入境。出国该走的流程一样不会少。OK， 现在到了摩丁站，然后这边就属于老挝了，然后先安检再上车。看到，现在要老挝入境安检，现在摩的。刚刚摩哈那边是中国这边出境，然后这边是老挝的，这边摩丁是老挝入境海关。因为这趟列车是由中国发起，所以在老挝境内的铁轨、火车站台、候车厅全都是由中国建造，而且所有的指示牌有中文、英文、老挝3种语言标识，车站工作人员也必须要会说中文，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中国标准建造。老挝它这个摩丁这个海关都是中国建的，看。一路上，中国的商品通过铁路运往老挝。老挝铁路的建设使得两国的贸易更加的简单。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到达老挝的第一站琅勃拉邦。这里有浪漫的法国风情建筑，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我现在到了老挝的琅勃拉邦，然后这里应该算是他们除了万象首都以外，然后最大的一个城市之一。因为这个中老铁路是从昆明那边，对，应该从昆明或者西双版纳一直建到他们首都万象。然后我是提前在琅勃拉邦下车，它的整个火车站其实都是中国建的，因为他们是自己没有修建这个铁路的能力了。在老挝有这个“一带一路”项目嘛，然后所以他建了铁路也方便就是人口的流动吧。因为车站中国建了嘛，所以这车站肯定有中文。然后老挝这边很多人，当地人都会说中文，他们可能不会说英文，但是他们肯定会先会说中文才会说英文。那这个火车上，四分之三都是中国人吧，然后还有一些老挝当地的，还有一些其他外国人游客，特别大这边。这还有一个升降电梯呢，很夸张。这火车站，你看到火车站旁边很多这种白色面包车，但是不太敢坐，因为在东南亚嘛，因为比较害怕被拉出嘎腰子。听说老挝好像还好，没有那么危险。最终我在火车站的停车场找到了公共运营巴士，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在国外旅游，不管去哪里，公共交通总是最安全的。你就算喜欢冒险，但也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送死。我最后发现他那个火车站，他那个下面停车场，他有一个那种巴士公司吧，巴士运营公司，然后当地人运营的，我觉得挺安全的，然后我就买了票。现在来到这个市中心，琅勃拉邦这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那这边看起来很繁华，然后这个街道也挺干净的。确实，这个老挝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看这边真的是啊，这边很多游客，这边房子看着挺漂亮的。这边游客太多了吧，我感觉就是旅游地方。我感觉这边游客感觉比当地人还要多。感觉这边游客有7成是欧美人，3成是中国人。就感觉真的是比什么巴基斯坦、印度啊，什么孟加拉、尼泊尔这些地方啊，真的是干净、整洁、有秩序多。跟他们经济情况差不多，但是感觉老挝确实干净很多，确实看起来就更好。我感觉这跟那个文化还有那个文化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吧。看南亚他们巴基斯坦、印度那些人，就是我感觉他们，我感觉他们不管经济再好，他们生活习惯都不会很干净。像亚洲这些国家，不管东南亚，这都信仰佛教嘛，就感觉都挺讲究卫生的。就随便拍一下这边的街景，就随机拍的，没有说特地挑那种很好的。这种我感觉这个街道算是琅勃拉邦这边算是比较差一点的，但这边都比那什么巴基斯坦、尼泊尔要强1000倍。他这边有很多骑摩托车的，但是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一个按喇叭，而且这边开车没有人按喇叭，我觉得这点比国内都要好很多。国内骑摩托车的嘛，一般都是男生嘛，这边感觉这边骑摩托车的我看到女士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女生在骑摩托车。老挝的女人能比半边天了。这边怎么这么多皮卡呀？感觉每个人在开皮卡，而且看着都很新，不是那种很旧的。感觉这边人看着挺有钱的样子，个个都开个大皮卡。这边开皮卡的这么多，感觉每个人都开着皮卡，而且这皮卡看着很新。感觉这边人，这个老挝的人挺有钱的，不像那什么尼泊尔那种巴基斯坦开的车都很，我感觉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而这边老挝开的皮卡都是感觉 Toyota 那种最新款，太有钱了。一般旅游第一件事都是先换汇嘛，然后刚换了100多万，第一次觉得这么有钱，现在拿100多万可以使劲的花了。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拥有100万，100多万，太开心。还有琅勃拉邦以前是法国殖民地，好像这边房子有点像那种法国跟他们老挝这边的房子一直结合，就是在19世纪中，琅勃拉邦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之一。法国政府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建筑。走在琅勃拉邦的街头，你可以看到满街的法国风情味，以及众多的法国游客，让你仿佛置身在法国的世界。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在老挝显著增强。走在琅勃拉邦的街头，你可以随处看到中文字，以及会说中文的老挝女孩。后面就是湄公河了。然后你看到这个河会想到什么？是不是想到了什么金三角之类的，什么毒品啊，什么拐卖啊，人体器官？湄公河吧，它是流向3个国家嘛，泰国、缅甸还有老挝。然后在这个3个国家交界处嘛，就是金三角嘛，那边是比较危险。像在老挝这个境内的，其实还好，就是其实可以坐船从老挝到泰国，然后到缅甸，从那个湄公河。湄公河全长4800公里，是世界第12大河流，流经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在老挝境内，河段全长1800公里。而金三角是泰国、缅甸、老挝3国边境的一个三角形地带，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这里常年生产毒品，充满着犯罪、暴力、血腥。而狭义的金三角则是指泰国、缅甸、老挝在湄公河的交界处。从这里，你可以一眼望到3个国家。曾经的金三角因盛产罂粟而闻名，而如今金三角已经成为泰国、老挝之间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在琅勃拉邦夜市，这边人太多，这边很多人，都是游客，都没有本地人在这边。这边真的是游客比本地人都多。这边卖东西都是卖给游客的，因为这边都游客嘛，所以导致这边物价已经跟国内差不多持平了。我刚买了杯冰沙，水果冰沙，然后要10几块人民币。刚到老挝就发现这边物价就挺高的，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所以有些人想到东南亚躺平，我觉得这是不太现实，因为刚到老挝这个物价就挺高的，其他比如什么泰国、马来西亚的更高。你可以看到现在后面很多人，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准备看琅勃拉邦的布施活动，就僧人会从这边一排走过来，然后这个路人会给他食物，像化斋的意思呢，就是活动其实已经延续上千年了，就是。在老挝琅勃拉邦千年来一直沿袭着一个传统习俗——布施。每天清晨，当地的一群妇女会拿着早上做好的米饭、食物来到大街边，虔诚地跪在地上，等待着当地的僧人前来化缘。布施的传统食物以糯米饭为主，现在布施的种类变得多种多样了，有牛奶、水果、饼干、糖果等各种各样。这一过程中不仅有施舍，还有反馈。僧人会将化缘来的食物施舍给那些没有食物吃的穷苦人们，这一进一出代表了僧人接受民众的恩惠，又向民众回报恩德，这也是佛教的精神体现。现在到了老挝的首都万象，这是老挝的首都。我来到万象，第一感觉就是这里感觉像是中国，然后这边到处都中文，然后有很多中国人在这边。然后这边老挝人也都会讲中文，我看这边也是，应该是中国人开的。而且你知道现在修了个中老铁路嘛，然后中国人来这边更方便了，所以很多中国人来这边开店做生意的。然后中国的商品物资通过铁路运到这边更方便。我上次在拉布拉邦不是说那边挺好的吗？然后我当时说比巴基斯坦、尼泊尔比国家好多了。我现在要撤回我之前说的话，因为我来到首都万象这边，发现这边跟那个什么巴基斯坦、尼泊尔没啥不一样，没啥差别。这也都是摩托车、嘟嘟车遍地跑，然后优点就是这边车不会一直按喇叭，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边总体发现这边欧美游客比较少，这边中国人比较多。所以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之前就拉勃拉邦他们当地人那么多人有钱买那种新皮卡，都是游客送给他们。然后老挝一共才600多万人吧，好像。但是我觉得这边的游客都有个，我觉得这边游客至少有50万人，还有加上一些长期住在这边的中国人，我觉得所有加起来外地人有个100万吧。像我在万象这个地方，它的吃的饭啥的食品价格就比上海还要贵，而且这边的东西大多数来自中国。应该是老挝最大的超市吧，然后这边东西大部分来自中国的，这里东西都很贵，我都买不起。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什么康师傅牛肉面，太贵了吧？它这边都差不多要卖10块人民币一桶了，比国内还要贵啊，比国内还贵2倍、3倍哦。但这些都是，我都没想到竟然吃不起方便面，太离谱了。到底都什么人在买这些东西啊？价钱贵的离谱。还有这个营养快线，看这个价钱也差不多10块人民币，来这边的直接翻倍。东方事业，你看都是中国商品。这个更离谱了，这个东方树叶还有这些，都要卖10几块了。这边饮品
这都是中国的饮料。严重怀疑这个超市是中国人开的，因为这里面至少1半以上的商品都是中国人。哦，看一下这苹果，苹果89万老挝币，掉人民币只要差不多30万。这个西瓜要15，这一盒西瓜要15块，太离谱。这圈发现一个唯一我能买得起的，就是这瓶雪碧，15块钱，其他的都买不起。老挝这个国家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基本上所有的商品、食物都要靠进口，所以就特别的东西都卖的比较贵。然后这2年下来，总体感觉就是，我感觉老挝已经快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特别是在首都万象这边。这边所有的标牌都有3种文字：老挝、中文和英文。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中国人在老挝都在做什么生意。但这个是在卖什么充电宝啊、手机壳、内存卡、USB 之类的，都是些电子产品。这边在卖文具店嘛，什么学习用品之类的。也在卖那个中国新年的那些一些年画啊、春联什么的灯笼。这一个就是中国的超市。相对来说，大部分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都是做一些合法的生意，很少有做违法的。因为这边的商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然后中国商品到这边来卖的都会比在中国要贵，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人来这边赚钱。这边卖东西的话能卖出个高价，而且这边竞争会比较小嘛，没有那么多竞争，所以而且中国商品在这边就很受欢迎，那个也很短缺。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就是这个有开餐厅的米粉，看到这条街都是一些餐饮，什么重庆小面、烧烤啊，还有就是按摩店，就是这个正不正规我不知道。就这边如果说唯一不太合法的就是开按摩店吧，因为这边有些人中国人会在这边开按摩店，然后都是那种在国内是不正规的，然后在老挝的地方是个合法不太清楚。大家都以前都知道，听说金三角嘛，金三角是在老挝、泰国、缅甸交汇的那一带，在老挝的北部，然后这边首都是在老挝的南部。因为这边的话，没有你们想象那种什么人体器官买卖、诈骗啊那些东西。其实可能没想象那么安全，因为我之前有听说有女生一个人到晚上在这边，就三江这边逛，然后被几个人强行拉上面包车。这边其实没那么危险，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尽量不要晚上过来，特别是女生。看到这边有一处施工地，这边也是中国人开发的，是中国人在建这些楼，然后所有的标识都中文，然后楼是中国人在建。这个应该是什么商品房，或者是那种商铺。你看这里，或者写字楼之类的。你看这里还有售楼处，就觉得挺神奇的。其实在整个东南亚，老挝万象这边，三江是中国人聚集地最大的聚集地。这边的中国人口听说10万人。然后这种感觉就跟在中国一个镇上似的。一眼看过去，你会不会觉得是中国的某一个城镇？这边有个蜜雪冰城，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然后中国奶茶店规模最大的就是蜜雪冰城，这海内外加起来超过10万家庭，海外有很多家。这条街有点意思，
按摩一条街，你懂的，都是。我会什么？会什么？小妹，小麦，这个在哪里？上家哪个店？附近这里嘛，就是没有店，只有联系这个是吧？对，上门。加微信。因为我刚刚在那站一会儿，就收到有人给我发小卡片，然后里面真的非常多这个。那其实，在老挝这边，他们本地人开的按摩店都是正规的，但中国人在这边开的按摩店都不是真正的按摩店。这边有点鱼龙混杂，很乱，我还是赶紧先离开这里。